他尽管气血旺盛，但修为不如我们，只是油尽灯枯前的回光返照。好本事，修为比我高，比村长那老家伙差了一丝丝。炎风帝气血枯败，所有神藏都被震碎了。善哉善哉，就算他们救回来，也是一个废人了。秦牧飞奔向最近的雁城买药，城里闹灾，药铺药材种类不全，他转了几家才凑够补气血的药草，立刻飞奔而回。天还未黑，便赶到了院子。司婆婆已经将炎风帝神藏中的能量封印在肉身之中。司婆婆提醒道：“你解了造化天魔功，他的肉身就束不住魂魄了，必死无疑。”秦牧说：“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能救回来。”两人吃过晚饭，司婆婆回房，秦牧继续照顾皇帝。没过多久，门外传来司婆婆的娇笑声：“木儿，陛下如何了？”秦牧被这声音弄得魂不守舍，却不动声色。“厉教主，你也是我圣教的教主，何必如此？”声音立刻变回苍老男声，笑道：“我已经死了，不再是什么教主了。把皇帝交出来，我要去做你皇帝。”门被推开，司婆婆闯入，却见秦牧把皇帝种在泥土里，站得笔直，正围绕他催动大玉天魔经的造化篇，一掌一掌拍向皇帝。厉天行看了一遍，忍不住道：“造化的元功错了，好端端的魔功被你施展的像是正道功法。造化灵功也错了，你是用来救人吗？造化鬼神功有你这么用的？咦，等一下，有点意思。”他越看越入迷。秦牧走的路子与他截然相反，他是外夺他人造化。秦牧是内取天地灵机，用造化的元功滋养元神，造化灵功练去隐疾，造化鬼神功巩固魂魄。厉天行是大宗师，看到同一种功法走出不同道路，如痴如醉，想弄死皇帝，却总想多看几眼造化功的变化。鸡鸣天亮，厉天行叹道：“被你躲过一晚上，明晚弄死你们。”司婆婆醒来，连忙问老魔头有没有害你。秦牧说：“被造化功混过去了，今晚用其他功法拖住他。”到了晚上，炎风帝伤势好转，秦牧解开造化天魔功，皇帝身体突然空虚倒地，两魂两魄飞出，要入幽都。秦牧连忙催动千魂引，将魂魄牵回打入体内，但皇帝肉身还是太弱，束不住魂魄。门外又传来厉天行的笑声：“教主，今天玩不出新花样，便弄死皇帝。”秦牧瞬间封印皇帝五感，身现振兴军形态，身后承天之门洞开。厉天行闯入，目光却被门上文字和悬浮书本吸引，与他的地侯真功截然不同。秦牧趁他分神，立刻催动九重天开眼法，双眸层层洞开，窥视皇帝体内破碎的神藏，如同崩塌的天地，每一层都在持续坍塌。他眉心第三只眼猛然睁开，幽暗阴气弥漫全屋，灯光变得惨绿诡异。那只来自幽冥的眼直视皇帝元神、天地元神立在断裂的神桥之上，魂丝散乱如风中残烛，摇摇欲坠。秦牧心头一紧，皇帝这只剩一口气了，每一息都在向深渊滑落。秦牧当机立断，拉住厉天行的手：“跟我进去。”两人推动魔影幻魔功与法天芥子功，身形急剧缩小，化作两道黑影贴着地面滑行，嗖的一声钻入炎风帝眉心。第一战是灵胎神藏，触目惊心。天空千疮百孔，鲜血从裂口中倒灌而入，如血色瀑布倾泻，地面到处都是深不见底的沟壑。最要命的是，一道道主留下的道剑剑意还在里面横冲直撞，所过之处天地崩碎。秦牧脸色铁青，若任由这道剑意再多待一刻，皇帝灵台尽毁，必死无疑。厉天行出手，食指张开，空间封禁囚笼层层相扣，将那缕狂暴剑意收入封禁之中。秦牧随即展示自己也会此法。厉天行哼了一声，两人关系微妙地拉近了一丝。两人化作黑影继续深入五行神藏中，五尊大佛盘坐代替五曜星辰，佛光如刀不断切割着残破的神藏壁。
厉天行弹指一朵红莲魔火飞出，5尊大佛轰然燃烧，化作飞灰，但那佛光残留仍在灼烧皇帝元神。秦牧立刻补上自己的红莲魔心咒，比厉天行的更纯正。红莲业火将残余佛性彻底焚尽。六合神藏里藏着半座诸天，佛光剑气交织成网，稍有不慎，两人都会被绞杀。厉天行沉着脸收走全部残留。到了七星神藏，月月悬空却已破灭，2口神剑悬在天顶，每震一下便漫天剑气爆射。秦牧和厉天行在剑气缝隙中穿梭，稍慢半步就是魂飞魄散。往下看，厉天行喊道。秦牧低头，五曜、日月、六合、灵胎层层叠叠。秦牧额头上汗珠滚落，他们已经不是在治病，是在跟死神抢。天人神藏中，秦牧终于亲眼见到厉天行所说的天地极，灵胎为地，六合环绕，五曜分布四方，日月悬顶，一个完整的微型宇宙正在毁灭，每一步踏出脚下都在皲裂，头顶都在坠落。生死神藏中，脚下竟现出幽都的黑暗深渊，仿佛随时会有阴差伸手将两人拖入地府。秦牧的魂魄都被这股阴寒之气刺得发疼。最后一层神桥神藏，一道通天大桥横贯九霄，桥的尽头是璀璨天庭，但这座桥已断成无数截，巨大的断桥碎块不断砸落，穿透层层神藏，每一次坠落都让皇帝身躯剧烈抽搐。秦牧看得头皮发麻，如来和道主的神通残余，一层比一层凶险，一层比一层致命。厉天行一路扫清残存神通，秦牧趁机记下每处伤口。两人在碎裂的天地间穿行，头顶是坠落的断桥，脚下是幽都深渊，身边是无尽剑气刀光。但秦牧心里有了底，没有残余神通，魂魄就能稳住。两人终于从皇帝眉心飞出，瘫坐在地，浑身冷汗。这趟地狱之行，但凡走错半步，皇帝炸了，他们也跟着粉身碎骨。秦牧出门买药，叮嘱皇帝不要出门，晚上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许看。他在门上画了承天之门，写幽都语，又在地上写读出来你便进去，读不出留在外面，告诉司婆婆千万不能碰这扇门。秦牧心想，厉天行若是得幽都语还好，若不时强闯便会被拉入幽都，婆婆便可解脱了。炎封帝严守不出屋，白天有人用竹竿挑饭送进来，到了晚上，厉天行在门外用魔音诱惑，炎封帝听得如痴如醉，却咬牙忍住不开门。厉天行折腾着谢门上的字，反复演练的侯真功总不成功，炎封帝心惊胆战，过了大半夜。第3晚，厉天行气说要闯进屋杀了皇帝，又警觉地说这门有古怪，进去怕是另一个世界，秦教主奸得很，要暗算他。第3天，秦牧回来问厉天行是否承认大玉天魔经练错了。厉天行说用不着你管。秦牧把幽都与承天之门交给他，厉天行学会后反而起疑不肯进门。秦牧走进门中，把字刮掉，向炎封帝说药铺药材很少，只买到几种。炎封帝问外界消息，秦牧说京城传来消息，皇帝驾崩了，太子正在治丧，3月初6登基。炎封帝心头发寒，真是朕的好儿子。炎封帝决定回京夺位，说京城9道龙脉可助他重铸神藏。秦牧二话不说，扒了皇帝皇冠黄袍，用杀猪刀剃光他的头发，点上戒疤，剃去胡须，又用画笔在脸上画了一道狰狞刀疤。秦牧找来2把木刀背在他身后，打量一番，笑道：陛下现在可以出门了。炎封帝抽出木刀，气鼓鼓地砍他头，砍了2下，累得喘不过气。秦牧递真刀说：陛下用这个。炎封帝提都提不起来，气得把刀扔在地上。秦牧笑道：陛下，你的头先且记下，咱们走。一对诡异组合，假和尚与真少年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。